反正我不管，不管谁反对，我都要嫁给你。I have hangover from last night. So, do you know who sent me back? Oh, well, I don't remember seeing you here last night, but it's very common. Maybe one of your friends brought you back. You should ask one of them. I don't have any friends with me. Oh, well, I was here until 11 last night. Before myself, it was Mrs. Bates on shift. She'll be here from 11 o'clock to noon. You can ask her later. Okay, thank you. Miss Bates! Miss Bates, I have a request. I hope you can grant my request. Is your request related to that girl? Last night, I saw you follow her. Then later, I saw you return carrying her on your back. You went into her room. She was drunk. I sent her back to her room and left. Nothing happened. I know. I was watching you. If you would have stayed in your room, I would have knocked on your door. Now, I believe you're probably not a bad guy. So tell me, what is your request? I beg you tell a lie to that girl. Really? Yes, they brought you home almost unconscious. It was I who opened the door for you. So, who sent me back? Well, of course, it was the police. The police? Yes, the bartender who couldn't wake you up probably called the police for help. My gosh. I have no memory, anything. Dear, do not go out and drink alone again. Not every time that you go out and get drunk will you be fortunate enough to meet someone who cares about you. Okay, thank you. Yes.喂，好，把地址发给我。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手下在一家汽车旅馆找到了他的入住登记，详细地址马上发给我。走。陈叔叔，我能不能先跟他单独谈一谈？我去接他。你去吧。
地址马上发给你。一会儿见到他，我会马上给你们发个信息报平安。好。说这。见到苗莹，好好谈。无论如何，我都请你体谅他。我知道了。地址收到了。Thank you so much. Bye-bye. Hi. Is there a Chinese girl named Miao Ying live here?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her room number? Who are you? And why should I answer your question? I'm her friend. I've lost touch with her for almost 2 days. I'm so worried about her. So, you're another friend of hers. Who else said that? I'm her boyfriend. Oh, I see. In that case, she's in room 215, which is the building on the right, the second floor, the 5th room from the end.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方便进去吗？叔叔，我现在到了汽车旅馆了，已经见到了妙英。您放心吧，她没事。稍后我跟她一块儿回来。 从昨天早上失踪到现在1天多的时间里，都在这儿。
如果我不来，你准备在这躲到什么时候？不知道。躲在这儿就是为了逃避结婚，还是说在想一个什么给我解释的理由好？都有。你知道我想了一天一夜，百思不解。在这之前，你1秒钟拒绝结婚的迹象都没有。可是为什么在注册的当天，你会突然当落跑新娘？没办法跟你说清楚。那你也必须说清楚。也许我不会接受，但是最起码我有权利知道一个能够符合逻辑、我能够理解的理由。你爸妈他们反对，其实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该这个时候结婚。那应该是什么时候呢？也许再过几年吧，等我们事业还有生活都稳定下来，等他们都接受的时候。而且，你妈同意的那么勉强，你爸也是，到最后一句祝福都没有。我不希望婚礼这么大的事情，到最后搞得大家都不开心。我也不想要一个不陪你父母祝福的婚礼。所以你就没有任何征兆的消失了，是因为这个原因吗？还有我爸，他也认为我们两个不适合这个时候结婚。他虽然一直嘴上说是支持跟祝福，但是他也跟我反对我。可是为什么在我的面前，他从来都没有说过他不同意？他尊重我们，所以他不干涉。你爸爸是希望你有一个花费了上百万的婚礼，昭告天下，人尽皆知。只有这样才符合你们几十亿身家的成家女儿出嫁的规格，而且同时也不辱没你作为伟业继承人的高贵身份，是吗？他如果真的这么想，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吧。难道现在结婚这个事儿是我一个人的意愿，而你是被我的感情绑架了？是可以这么理解吗？不是啊，我心甘情愿的嫁给你，我跟你一样等这一天等了很久。可是为什么在注册当天你会消失了呢？我像一个傻子一样在那等啊。为什么逃婚？那好，那你告诉我，前一天、前一晚，你上哪儿去了？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就在家里待着。第二天早上，你平静地吃完了早餐，幸福地去了市政厅，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突然消失。你觉得这样的理由合逻辑吗？或者是说你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我没有。Why？ 为什么？那我就更不明白了。
知道我选择了一个非常不合适的时机，做了非常不合适的事情。现在又给了我一个最虚弱无力的理由。舒哲，我知道这件事情做的是有多么的糟糕，让你多么的失望，但是我请你千万不要怀疑我对你的感情。是吗？我可能因为任何原因从结婚登记处走掉了，但是绝对不会因为我爱你不够。跟我回去。还有，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强迫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尤其是结婚。你不下车吗？我只是送你回来。你不打算跟我一起进去？我想我不在场，因为你爸说话不更方便。那你要去哪儿？回我自己那儿。我觉得可能你需要一个我不在的空间，总是这么面对我，你不觉得难受有压力吗？谢谢你为我着想。有些话，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变。我希望我们还是和从前一样。
越希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饭总要吃的。洋洋，爸爸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啊。舒澈没为难你吧？没有。放宽心，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的，啊。一旦有了裂痕，它都永远留在那儿。你跟舒伯伯之间，不仅仅是他帮你拿到市政府竞标权的友谊那么简单吧？那你认为还有什么？比如利益。投之以木头，报之以琼瑶。利益和感情永远是不能分割的，二者一旦被分割了，我们拿什么来表达我们的感情呢？我现在真的怕，如果舒澈一旦知道这些事情，他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他就会怀疑这是你处心积虑、步步为营的计划，甚至连我都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然后，他就会认为我们的感情已经不纯粹了，或许从来就没有纯粹过。纯粹，我同意。爱情因为纯粹而美好，但纯粹的好处也仅此而已。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饭总要吃的。
没有，爸爸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啊。舒澈没为难你吧？没有。放宽心，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的，啊。一旦有了裂痕，它都永远留在那儿。你跟舒伯伯之间，不仅仅是他帮你拿到市政府竞标权的友谊那么简单吧？那你认为还有什么？比如利益。投之以木头，报之以琼瑶。利益和感情永远是不能分割的，二者一旦被分割了，我们拿什么来表达我们的感情呢？我现在真的怕，如果舒澈一旦知道这些事情，他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他就会怀疑这是你处心积虑、步步为营的计划，甚至连我都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然后，他就会认为我们的感情已经不纯粹了，或许从来就没有纯粹过。纯粹，我同意。爱情因为纯粹而美好，但纯粹的好处也仅此而已。因为纯粹不能永恒，唯有利益可以长久。你想让你们的感情天长地久，绝对不是靠它有多纯粹，它依靠的是你们双方利益互惠有多牢固，能不能让你们彼此利益最大化。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明白，舒澈今后也一定会明白的。在爸爸的人生经历里，大浪淘沙留在身边的，没有一个仅仅是因为纯粹的感情，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共同体。所以说，爱情是最经不起诱惑和考验的东西了。今天你享受的爱情的纯粹，也许明天就是你痛苦的根源。唯有利益，才能让你们永远不分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明白吗？所以你跟我说这么多，就是想让我认同和接受利益交换的爱情和婚姻吗？我是想让你明白，我跟舒旺我们两个家的利益联系，不仅不会玷污你们此刻爱情的纯洁和美好，反而能让你跟舒澈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让你们今后的婚姻坚固、牢不可摧。爱情都不纯粹了，捆绑的再牢又有什么意义呢？女儿，你现在可能不理解爸爸说这话的意思，但是今后你一定会赞同我今天的说法的。你让我休息会儿，太累了。好好睡一觉。
爸欠你一个婚礼。晚安。这妙莹不在这几天，你这又成个单身狗窝了。除了方便面，什么都找不到。来，快来趁热吃了，别坨了。这么狼吞虎咽的。我这要是不来，你还饿死不成啊？你先去把妙莹接回来吧，啊！我们俩得分开冷静一段时间。你想惩罚人家多久啊？这不是惩罚，我只是想知道一个他为什么要逃婚的理由。这很过分吗？这个要求？妈，你没有瞒着我给妙莹施加什么压力吧？尤其是我爸，他有没有要求妙莹不要跟我结婚？没有，当然没有。你爸要是不同意你结婚，那他会当面跟你说呀，干嘛在背后去逼迫妙莹啊？真没有，真没有。那我就更想不到有什么原因会让他突然一夜变卦，把他从像我一样渴望结婚，变成落跑新娘。我总觉得，在注册的头一天，或者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儿，会让他突然改变了决定。你问过妙莹发生什么事儿了吗？他说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事在瞒着我。这2天的妙莹，突然让我感觉到，我对他从来都没有这么陌生过。舒澈，妈妈是女人，只有男人才讲逻辑。女人是情感动物，会经常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你要给妙莹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让她自己去消化。我始终认为，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她对你的爱情。说到底，这个婚姻延期也不关乎原则的问题。哎呀，你是个男孩子，你别那么矫情，好像自己受了多大伤害似的。明天就去把妙莹接回来，你们俩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拒绝结婚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我就是想要有一个解释，就是矫情。
Are you ready for your class? I think you all know the topic, the road to success. You're going to have your own journey, of course, but let's start with one. Well, so much for today. Class is over. Hey, are you from China? Yes. Cool. I actually had a question about the Chinese economy. If the US dollar continues to appreciate, how will that affect Chinese currency values? Sorry, my friend is waiting for me. Sorry, I'll see you later.一起吃个午饭吧。现在能给我个解释了吗？我都跟你解释了，真的没有其他原因了。算了，我怕我再面对你，就会不停地纠缠这件事儿，要你给我一个理由。这样的状态，我都讨厌自己。我不给你一个你认为合理的解释，我们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是吗？
生，没事。怎么样，新娘子，新婚生活如何呀？你也是 C1985去旧金山的航班啊？嗯。你也是啊？对了，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新婚礼物，虽然不是最贵重，但起码它是最花心思和最费功夫的礼物。新婚快乐！谢谢。这是我和舒澈呀，一眼就能看出来吗？那就说明还不算太糟糕。真的我特别喜欢，谢谢。那就祝福你和舒澈像他俩一样，永远连体，永远幸福快乐。我们其实没结婚。啊，没结？为什么？我们想来想去，觉得现在结婚不是最合适的时候，因为毕竟还有那么多的学业没有完成。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他，所以可以留下来吗？当然可以，这本来就是特地为你俩做的。谢谢你，非常感谢。不用那么客气。还在美国呢，我跟你妈都想你了。儿子，你咋还不回来呢？美村呢，是不是把我儿子都饿瘦了？爸妈，我很快就结束美村的工作了，这2天就回北京了。你们放心，我在这儿都挺好的啊。时间、金钱，这2样，我都不富裕。即将山穷水尽，不得不滚回北京。但是，我放得下此刻的妙莹，你走了之吗？即使他对我的到来一无所知。喂，我在你家门口呢，能出来一下吗？有些话想跟你说。哦，好，你等我马上下来。
来是想问你一个问题。问呗。之前我1分钟都没有设想过这样的状况，即便是我们2个人两地分开了6年。但是，如果一旦有，请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接受。刘莹，除了我，你还爱过别人吗？或者是还爱吗？你为什么会这么问？我不该问吗？尤其是在你拒绝和我结婚之后。所以你是怀疑我移情别恋出轨了？我们分开那么久，你又那么优秀，肯定会有很多人追你，其中也会有优秀的吸引到你，这也很正常啊。我告诉你，一个都没有，而且根本不可能。我12岁认识你到现在，我只有你一个。舒澈，而且我告诉过你，我可能因为任何原因产生犹豫，但是绝对不会因为我不够爱你。而且我们即使分开再久，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变化，但是唯独我对你的感情是1丝1毫都不可能会改变的。然后，到底是为什么？你大老远跑来就是为了问这个吗？我可以坐这儿吗？相信这里有人坐吗？我可以吗？可以啊，谢谢。Hi, Laura. Hi, Catherine. Let me introduce. This is Laura, and this is my roommate, Xiaoqing. Hi, nice to meet you. Actually, we've met. Really? I'm sorry, I don't remember. Of course you don't remember. You didn't pay any attention to me. You were crying. What? I was crying? When and where? Professor Anderson's office. How could you forget that? Sorry you had to see that. You really broadened my view. Chinese women are living up to their reputation, using 2 techniques to control everything: being coquettish and crying. You are entitled to your opinion, but how could you insult me in public like this? Who
give you the right to insult me. You did. If you weren't so good at women's natural advantages and taking other people's jobs, do you honestly think you're interesting enough to be humiliated? Whose job did I steal? Mine. Why don't you tell everyone here about your new little job on campus? That was mine. Professor Anderson terminated my contract and gave it to you because you cried. You might feel fine about this, and maybe you think you deserve all of this, but I will never feel sorry for what I'm about to do. Apologize. Apologize to her for rude behavior. Sorry. Please help me check out. Oh, are you leaving? Yes, I'm going back to China today. I have a job there. Ah, the girl you brought back from the bar, is she all right? Probably she's back to her daily life. Are you willing to leave her? Actually, she doesn't need me. I think she does. Thank you. I'll miss you, child. I will miss you too. Thank you. Bye. I'll walk you out.
你是妙莹在清华的同学吧？是。怎么来这儿了呢？留学？不是。那你到美国来是来旅游，或者是工作？也不是。你是来找妙莹的？没有。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在几天前，她住的汽车旅馆里，你会在那儿出现？你看见我了？你现在还要说你不是来找她的吗？我确实是为她来的，但我不是来找她的。跟我玩文字游戏呢？你是为她来的，但是你不是来找她，是不是？接下来你还要告诉我，你阻止她结婚，但是往后发生的一切事情，跟你都毫无关系。阻止她结婚？我哪有那个能力啊？在我们注册之前，你对她说过些什么，做过什么？我什么也没做，我们连面都没见过，她都不知道我来。你是学什么专业的？计算机。难怪，连一个谎都编不圆。我们查遍了旧金山所有的酒店，才知道妙莹住在那个汽车旅馆。她逃避所有的亲人，唯独只有你知道她在哪儿。你还要坚持你们没有见过面的说辞吗？你没来之前，确实只有我自己知道她在哪儿，但那是因为我从市政厅一直跟踪她到汽车旅馆，但是她确实不知道我也在那儿。大老远飞到美国，一不见面，二不联系，目睹了她逃婚，一路尾随，在只有你们两个人的那一天一夜里，居然不照面，也不告诉她你来了，直到你跟着她回到了 Standard， 在那儿我发现了你。你相信你自己的说辞吗？告诉我，你来美国到底是干嘛的？我什么也不想干，就是听说他要结婚了，我想来看看。想看什么？我想亲眼看到他结婚，就像入葬之前把棺材板上最后一颗钉子钉上，那就没什么遗憾了。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说你俩的婚礼，我是说我自己的感受。你爱他？你追了他多久？我没追过他。逗我！4年朝夕相处，你没有追求过他，也没有向他表白过。因为追不追、表不表，结果都一样，没戏。你不会说你一直在单恋吧？各种爱他在心口难开，陪伴他的左右，默默守候。对。你的意思是说你什么都没做，他突然在一夜之间变卦了？难道你觉得他是因为我？我多想承认怪我，怪我，都怪我，但并不是这样，因为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喜欢他。你也不用把我当作是你的情敌，因为我连备胎都算不上。不信你回去问问他，问他在美国见没见过明明，他一定觉得你在说火星人。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从市政厅离开之后，一直到汽车旅馆，这1天1夜，妙云都做了些什么？离开市政厅，他去了海边，在那里有一个大礁石，他在旁边哭了好久。之后就去了汽车旅馆，一直到你来。就这些。就这些。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情理。也不是没有人喜欢妙云。第一批倒下了，第二批又不知死活的冲上去，前仆后继，死而后已。可偏偏就是没有一个人能走进他的心里，因为他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剩下的都是浮云。虽然你不在清华，但是你的传说倒是无处不在。我能多一句嘴吗？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吗？没问题，也没矛盾。我也不知道。那就奇怪了，有点复杂。不过我再多一句嘴啊，我敢保证，绝对不是因为妙莹对你的感情有了变化。凭什么这么确定？我没凭没据，没资格代言他，更没资格评价你俩的感情。但是，我还算了解他吧。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是说暗恋吗？4年前吧，刚进大学见他第一眼的时候。怎么不让他知道？我有自知之明。可是喊出来，不比憋死更强？你不觉得？如果你不能让你喜欢的女孩幸福，那你的爱就没有意义啊！而且，我也问过自己，拿什么让她幸福？就像她现在拥有的一样。答案是 nothing。虽然你没说，但是你做的可不少。我对自己无能为力。这4年，我天天努力想结束它，甚至希望没开始过。我对自己爱或者不爱，一点办法也没有。对他对追求者一概无视的状态，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就明知道他不可能爱我，但我还是爱他。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
你的爱对他没有意义，但是对你自己有意义啊。不管他给我带来稍纵即逝的欢乐，还是无边无际的痛苦，即使是无望的、没有结果的爱，也总比日复一日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月薪到账这些无聊的日子更让我觉得有意义。爱是我活得最大的意义，哪怕谁也不知道。也许你觉得我可怜，是一个活在 YY 里的抖 M， 但是对我而言，它就是我赖以生存的空气，还是我甘之如饴的糖。你是不是对我把受虐当作是松乳的这种享受境界无法体会？不过也是，像你这样拥有财富、地位和爱情的多重富豪，怎么可能会明白我们这种平庸之辈一穷二白的快乐？你只有穷到我的程度，你才会知道，如果你的爱和你爱的人爱不爱你没关系，和你爱他有多深，就要求他爱你多深的本能所求没关系，甚至让他知道你爱他这件事都无所谓的话，那你对这份爱不抱一丝希望，就不会有一毫失望。不以占有为目的的爱，就不会因为失去而痛苦，只会因为爱而快乐。这就是我的爱与你无关。对，当爱只和自己有关的时候，那你就有了最大的自由。爱谁是谁，想爱多久就爱多久。一个人的爱情也能自嗨。当然了，别人也可以认为我这是可怜，但是没关系啊。那既然我的爱跟任何人无关，那别人的评价又跟我有何干？就算爱是一件被你爱的人忽略、微不足道的小事，依然可以成为照亮你自己生活、惊天动地的大事。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我马上就去机场离开美国回北京了。所以你今天来是要向他默默告别的。嗯。这趟的美国之行本来你是想过来看一看就死心的，对吗？对。不见棺材不落泪。哎呦呸！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这么一比喻怎么就是棺材？对不起啊。那你没见着棺材，就不打算死心吧？就像掌控不了什么时候开始一样，我也掌控不了什么时候会结束。不过你放心，我从来不具备破坏力，以后更不会。我走了，再见。再见，很高兴认识你。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哥们儿，你俩一定要信我。心里没有烦忧来扰，又點會係傻？遺忘人人都學得我做長線療法，呢人人傻笑下我，真正樂呵呵。想下度下人生煩惱難計到。Hello. Hello. Hi. Hi. Check in, please.
This is my passport. 哟，大陆来的？哦，对，你也是啊？看出来了。这么早拆开啊？啊？这还早啊？就你一个人住啊？啊，就我一个人啊。行。住几天？先1周吧。你常住啊？1周就算长了？太长了。那您不会不欢迎我在这常住吧？不会，反正我这房子空着的时候也比较多啊，你高兴就好。那您先帮我开1个星期的房间。那个，对了，老板能不能稍微宽限一点？我先付您1半的房费，到时候我走的时候，我全都给你补齐了。哎呦，帮忙！我可以把护照先压在您这儿。要不然加上那个。啊，行吧。22.9。喂，老大。宁宁，你还活着呀？出于对本部门员工的社会主义关怀，我已经向平安北京报警了。不好意思，老大，那个您还麻烦警察叔叔给人家增加不必要的麻烦。那个主要是他们也找不着我呀。这1个多礼拜你死哪儿去了？那个，我现在不在国内。你咋不上天呢？连声招呼都不打，你就溜国外去了？我向您请过假呀。我准了吗？你把公司当成什么了？请老人免费开放公园吗？你把这份工作当成什么了？来去自由旱涝保收的社会福利卡吗？哦，对不起，老大，我向您请罪。何止我？等你回来，你要向全部门、全公司负荆请罪。即便是这样，我也不一定能保证你能活着。那个，老大，我是想说，我现在还回不去，可能要晚一些。你还要浪多久？几个月吧。喂，老大，要不这样，您批准我停薪留职怎么样？宁宁，你现在想在外面浪多久，你就给自己放一个多长时间的假好了。您准了？我准了，我准你下岗。我不知道你到国外是干什么，是为什么。宁宁，你一个从普通家庭里出身的一个素人，1没颜值，2没靠山，你靠不上父母，你也吃不上软饭。一份有前途的工作就是你的事业，就是你的天，还有什么比天大？什么比你的事业、比你的前途、比你的未来更重要？知不知道？你和满大街的 loser 一模一样，没有青春飞扬，没有恣意绽放的资本。我话还用说得更明白吗？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对公司不负责任，对你的父母不负责任，对你自己更不负责任。鉴定完毕。儿子，你咋这么长时间不往家里捎信啊？我和你爸都惦记你呢。我没有啊，我没有，是你妈，你妈。我相信你，没事儿。哎，
你说你爸还不承认啊？妈跟你说啊，就3小时前早晨，你爸睡着觉，噌就坐起来了，然后坐那说：“我儿子兜里就剩200美金了，我得给我儿子送钱去。”你爸吓得光脚朝外走啊！啊，是你爸？哎呦，不至于，我这还有钱呢啊！儿子，那你打算啥时候回北京啊？哦，那个是这样，爸妈，我就是开视频想跟你们说一声，那个我先暂时不回国了。啊？你还要在美国待着？啊，那个公司给我的工作安排发生了变化，经理呢对我的英语也挺满意，他觉得我对这个业务啊、环境啊，还有客户熟悉的都比较快，所以就让我留在旧金山拓展北美的业务。儿子，你听爸跟你说哈，好男儿志在远方啊，要以事业为重，不能儿女情长。你现在就儿女情长了，你说你将来你怎么办呢？有什么出息呢？是吧？别老想着回来，要以工作为重，啊。这个对待美国人啊，美国佬，要这个心平气和的，有礼有节，不卑不亢，对吧？显示出我泱泱大国、礼仪之邦、威武之师的风范。明儿听你爸的啊。明儿，你那边什么声音啊？啊，那个隔壁的，对，看什么电视呢？不知道啊，这可能动画片呗。那，爸妈，要不这样吧，我先挂了，改天我再给你看视频啊，我先挂了啊，拜。我知道你一定有事情在瞒着我。你瞒着我的原因，是因为爱我。我再也不会逼你给我一个逃婚的理由，是因为我想让你在面对我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有自己的秘密。我想让你拥有一个不必向我开放的空间。我希望你拥有爱我或者不爱我的自由。这是我希望能够给你的最好的爱。不要委屈自己，即使是你不爱我了，也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问题是你没意识到你这是人品问题，这个情况啊，
你辞工你不提前说你现辞，我到大街上抓人去吗？有没有你这么干的？我就问你。老板，我退房。你不是常住吗？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您这是钟点房。谁跟你说是钟点房啊？我这是旅馆 hotel， 懂吗？啊？那您提前给我解释解释，我也就明白了呀。解释什么呀？不是有什么可解释的？你，是，不好意思，老板，对不起。反正我就先不在这儿住，麻烦您还是先给我结一下房费，然后把那个护照还有手表，也都先还给我。我不管你什么情况啊，没找上之前你不许给我走。大不了这月工资我不要了，我走你把我怎么着？你看啊，就这事儿啊，我跟你商量是吧？你看能不能稍微的就容我个2、3天，啊？那个这几天的这个时薪呢，每个小时$15，行不行？我找人确实得需要时间，是吧？这么着，老板，我是真有急事儿，不是，我也不像您那么被动。这那个你给我杀他不？好嘞。这儿着火呢。不是，老板，人家是客人，你应该先照顾人家嘛。老板，你消消气儿，你也消消气儿啊！不是，我是想说，他不要的那个职位，提不提供住宿啊？你想干啊？不过我得提前跟你说一下，我是旅游签证，不是工作签。老板，这答应这份黑工的人真不好找。你看看这小伙子啊，高大威猛，身体强壮，他肯定没问题啊。不是，这份工作对肌肉、身高还有要求呢？有要求。不过你最合适了。谢谢，谢谢你推荐我。老板，那个，你刚才说是1小时$15，对吧？是这样啊，那个正经打工的是这样，你这个呢是属于打黑工，这你我都明白啊，咱俩都有风险，所以呢，你这工资就没那么高了，1个小时$8，工作时间呢是从每天晚上的7点到第2天早上8点，13个小时，1周呢咱休息1天。就这么着啊，你们聊，我走了啊，拜拜。老板，您这有点剥削了吧？1小时$8，跟人家差的是不是有点多呀？我跟你说啊，这样还真不低了。除此之外啊，我还在给你提供1间免费的住房。不过伙食你可得自理，你看你能不能干？成交。1小时$8，1天13个小时。这样的话，1周我可以工作6天，休息1天，1个月4周，折下来，我这1月可以拿$2496啊！折合人民币的话
16650块钱！我的天哪！你吓我！嗨，嗨，谢谢你啊！谢什么？谢谢你那天站出来为我解围，让劳拉向我道歉。谢谢你在那个时刻维护我。哦，你误会了，我不是在维护你，我只是反对他当众无礼冒犯你的行为。这并不代表对于你们俩之间的争端，我会选择站队站在你这边。那既然你碰巧知道这件事情，我向你解释一下吧。不必，跟我解释没有任何的义务。可是我不希望你误会。1000个观众就1000个哈姆雷特，有很多事情，结果比解释更加接近真相。你是不是和 Laura 一样？你觉得我是哭出来的一份校内工？因为你跑到教授的办公室里哭，来展示自己的弱小和无助，所以安德森教授就把这份工作给了你啊。可是这份校内工，论资历根本就轮不到你，确实是你从劳拉手上抢过来的。你的获益是建立在别人损失利益的基础之上。如果所说的这几件事情都是事实的话，我认为你做任何的解释都显得多余和徒劳。那你为什么没有直说呢？从道义上来说，你是在帮我，你迫使劳拉当着大家的面来向我道歉，可是你的内心其实是和他一样的。你觉得我只是利用了女性的特质，再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取别人的利益？我怎么认为一点都不重要。Come in. Professor? So, how can I help you? Is it true because of me you stopped the agreement with Laura? Oh, about that. Actually, no. My agreement with her had just finished. If it worked for me, would Laura still be your assistant? Maybe, but maybe some other person too. What? Is something putting pressure on you? Did someone say something to you? Was it Laura? I am a first-year graduate student. I couldn't get this job without your help. Look, I just distributed the job to the person who needed it the most. Don't take Laura's words to heart. If I got this job because you felt sorry for me, it's not fair, so I quit. Do you want me to return the job to Laura? That's your decision, but Laura was very upset about losing this job. I think maybe she needs it. She needs your help. Well, you telling me this, what else can I say? I will never forget your kindness. Thank you, Professor. How will you pay for your living expenses? Don't worry, I will find a way. Don't forget, we Chinese can survive anything. Many students compete fiercely for these relatively few on-campus jobs. I think it is impossible for you to find a better job with a higher salary. I know that if I can't find a job on campus, I will find a job off campus. You can't apply for a CPT to work legally off campus during your first year. So I wouldn't advise that you work illegally off campus. It's risky. I will pay attention to law-related job vacancies next year. As soon as an employer is sure he wants to hire you, then you can apply for a CPT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Office, which will allow you to work legally off campus. I'm not sure I will be so lucky. Xiao,
I wish you good luck. Thank you, Professor. So, once you have experience with on-campus work, and if you think this is fair, I will hire you as my assistant. No problem. Bye, Professor.嗨，凯瑟琳，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帮我约劳拉出来见个面。不是，我不会找她报复，我就是想跟她心平气和地聊一聊，解除一下我跟她之间的误会。那就在上次那个快餐店吧。好，谢谢你。拜拜。Hi. Hello. Hello. Thank you for seeing me, Laura. So,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to me?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that I reside as Professor Anderson's assistant today. I respect your feelings. I agree that it is not fair I got this job. I want to apologize to you. You are apologizing to me? The reason why I accept this job is because my mother was in a car accident. So my family is having financial troubles. I knew that, actually. Catherine told me. I'm sorry, 小庆。我也是前几天莫妮卡告诉我才知道你有这个状况。At the time, the professor gave me the job to keep me from grading school and going back to China. That's why you saw me crying in his office, Laura. I can't force you to change the way you feel. I only hope you didn't misunderstand Professor Anderson. I can't guarantee you to get your job back, but I'm still sorry that I took it from you. Well, actually, I just came back from Professor Anderson's office, and he told me that you had asked him to give me my job back. What? So you get a job back? Yeah. Great. That's all I wanted to say. Well, actually, I have something I would like to say. Xiaoqing, I'm so sorry for my ill intentions towards you. And if you would like, you can spill something on me. I prefer to drink it. Okay. Thank you. 夜班经理，工作守则：和气生财，打不还手，骂破缸，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有诺，Sir，你的工作第一项是房间的登记录入。大多数客人也就是开1-2个小时房间，也有包夜的，不到24个小时，全都是按小时结算。一定要注意 cash， 不刷卡。前台电脑设置了客房退房时间，你要在每间客房退房前10分钟来敲门提醒他们，要不然激情澎湃的客人，还有那些疲倦慵懒的客人，100%他也不会退房。记住了？记住了。哎，那提醒无效怎么办呀？再提醒一次。下面一个培训项目，提醒客户 Time's up， 正确的姿势和体位。重要的事情我要提醒3遍，不要正对大门，不要正对大门，不要正对大门。哦。
你要紧贴墙壁，慢慢接近门。然后用一只手，然后用高昂浑厚和不卑不亢的声音提醒道 ：“Hands up！” 对不起，老板，你刚才的样子特别像一只大马猴。你一定必须千万这样做，我这是对你负责，懂吧？作为一个夜班经理，这就是你的战场，战场 ，you know？I know。每个客人离开之后，一定要仔细的找啊，仔细的找。你要有狗的嗅觉，猫的敏感。枕头有时候是正面，有时候是背面，把旧的换下来，新的换上去，换下的这些放在储物间，有懂？不对呀，这个不应该是服务员该干的吗？我还要干这个？你看，你是夜班经理兼客房保洁。这不是白领蓝领两个工种吗？你看啊，我呢是老板兼日班经理兼客房保洁，那你说我是白领还是蓝领啊？啊，好吧。你的战斗一般在黎明破晓前打响。小年211房间等着请帖，马上去，马上去。收到，收到。小明，马上来前台，2位客人等着来结账。啊？收到，哪个房间？收到。结账是吧？好，马上，好，马上。Time is up. Time is. What the fuck do you want?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Fuck you! I'm so sorry. Time is up. Go away! I said shut the fuck up! Get out of here! Sorry, please. Thank you. Fuck you! You? 怎么样？在我这儿干一晚上圣徒实验书吧，赶紧吃一会儿就凉了。是啊，这场危机总算是过去了，我也可以放心回国了。那就好。你上次要给他投资的谈话，结果怎么样？他拒绝得非常坚决，抵触在经济上跟我有任何瓜葛。不过他这么做，完全是在为你考虑，我也不好勉强他。你认为如果把既定的步骤和计划让他知道，然后再让他接受配合，难度有多大？
几乎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果然是我儿子。好，既然如此，就不让他知道，让他在不知不觉中配好。可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一定会猜到的。他一定会在某一个时间回来问我，这事由我处理。到时候成了既定事实，他不接受也不行。懂了。再见。爸，回国之前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没有。我要告诉你，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有些事情早晚一定会发生。拒绝舒澈的求婚，我们的恋情不可公开告人。除了这些，您应该还要求我做别的吧？我走以后，马上就会发生一些事情在你的眼前，你会比所有的人更早的知道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爸爸不能要求你为了成全我，成全家族利益做更多，但至少你可以沉默。万一将来有那么一天，请你在舒澈可能做出损害我们两家利益的举动前，阻止他。女儿，爸爸必须跟你说声抱歉。我知道这两个字表达此刻我对你的心情过于轻佻，但是爸爸必须说。是啊，我现在可以给你们很多很多的钱，让你们过上很优越、很优越的生活。未来会给你们更多，股票、财富、身份、地位，还有几万人的商业帝国。但是爸爸知道，给你的越多，你就越不自由。这不就是我的宿命吗？将来有一天，你不想要我给你的这些了，爸爸希望能还给你自由，但不是现在。平时坐飞机你担心，明天是坐妙莹爸爸的私人飞机，你还担心呢？哎呦，这回美了，提前沾儿媳妇的光了。舒澈，答应妈，别对妙莹太苛刻啊。妈，您放心吧，我还会像过去一样爱她，我会耐心的等到她心甘情愿的嫁给我。傻儿子，这还用怀疑呀？他怎么会不心甘情愿呢？妈，跟我说说我爸那个女人的事儿吧。好好的，你提他干什么呀？我想知道的多一点。这个和你没关系，你就别那么问了。而且我都说过，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是，他是跟我没关系，可是我爸跟您呢，也跟我没关系吗？真的过去了吗？妈，在我面前您还伪装，您到底想一个人扛到什么时候？要扛多久啊？
人可以跟我一个人说，没有人伸出援手，我可以替您分担。妈，虽然我一直不能陪在你的身边，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一定要跟我商量。你都记住了，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都是您的依靠。妈，你这样回去我真的不放心。亚兰，再过几年，我就可以亲力亲为了，为你和舒澈在燕州办一个盛大的婚礼。谢阿姨。舒澈，你那个一鸣解气服务器研发到什么程度？进行中。有困难吗？没有。你记住，任何时候，我都愿意把我经商20多年的经验和资源与你分享。谢谢，祝你顺利。爸，我和我也要坐这飞机。凭什么？我也是第二股东啊。就你第二股东啊？你给我记住了，你不把商婚那个套子给我解了，你这辈子别想坐这飞机。记住了啊，没有我的允许，如果他强行让你们起飞，马上报警。哎，你是今生的。请陈总书夫人准备登机，我们10分钟就起飞。保重，一路平安。注意身体。拜拜。拜拜。儿子。一路平安。拜拜。拜拜。行。我是来受侮辱的。喂 ，Hello， 女神，我掐指一算，刚下课，对不对？刚从教室出来，怎么着？你又改算命了？我这叫心有灵犀。哎，我去接你，咱们去吃下午茶去啊。那你怎么没有算出来？我接下来还有课，正往另一个教室跑呢。那把下午茶改成晚饭，我晚点过来接你。免了，我没有时间。啊，吃饭都没时间呀？你们学霸是用电池的吗？小朋友，我真心没时间陪你玩，你找别人去吧啊，乖，拜拜。嘿，我再见。老公，我来啦！哇，这好香艳啊！你怎么来了？这箱子怎么回事啊？我
过来住了。先下来。谁允许你住过来了啊？而且我爸他还没走呢。你爸他可走了。你怎么知道啊？你还好意思说？你爸走了，难道不是应该你告诉我吗？这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吗？是不是你爸一走，你就预感爱情要来？你在洗白白等我。哎，洗白白也不是给你洗的。还有，谁允许你搬进来了？我无需征得你同意，合法夫妻共同生活，天经地义。哎，等，我是户主，我说了算。妈姐，帮我把箱子拿上去。啊，妈姐，你先放那。跪上。你有鬼！我有什么鬼啊？闪开！别上去了，上去有什么好看的呀？